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新的阵型到底要不要去替换，然后有什么危险的地方、要注意的地方等等，都会跟大家讲。但是在开始之前呢，也是跟各位稍微讲一下，就是国服跟国际服推出的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现在你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其实是国际服的画面，还有5天就要推出了。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写 VIP 的，但如果是国服，这里所写的推出时间是还有7天左右，所以很难得的国际服的时间是比起国服还要来得更快。那在之前呢，我就有做了一个问卷，就问我的观众说，你们究竟是有多少个队伍，还有什么兵种是需要把原本的楔形阵 1.0 换成 2.0 的。这里总共有643票，然后有其中 63% 的玩家是选择只有工兵而已。接着第二比较多的就是选择工兵加骑兵的玩家是需要转换成楔形阵 2.0 的。排行第3的就是工兵、步兵、骑兵3个兵种都需要转换的玩家，剩下最后 5% 就是工兵跟步兵需要转换成楔形阵 2.0 的玩家。那工兵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解释啊，因为现在工兵统帅依旧还是高度依赖技能伤害的。现在多数玩家所使用的工兵搭配里面就有包括嬴政、诸葛亮、海尔曼、李成桂，这些全部都是技能伤害。当然不排除之后官方有可能会推出新的真实伤害的统帅，为了要衬托珍珠而使用。但不管怎样，官方依旧还是会保留至少1堆的技能伤害统帅给大家使用嘛。就比方说嬴政，你会在多长的时间内继续使用它呢？会马上因为下一次新的工兵出现之后就把它给替换掉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打算着说要不要把你原本的楔形阵转换成楔形阵 2.0 的话，你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想，就是你会用这个统帅多久，这个体系你认为可以存留多久，你的部队上有多少位统帅是需要用到的。所以多数玩家其实还是比较明智一点的，就是知道我现在只是需要把我的工兵统帅转换成楔形阵 2.0 就可以了。接下来工兵加骑兵，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现在比较多玩家他们是使用连击伤害跟技能伤害的骑兵统帅，而不是完全的使用连击伤害而已。连击伤害统帅推出的时间是比起重击伤害统帅还要稍微来得迟一点点。这里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就好像步兵有多少位统帅是有重击伤害的，包括有白起、华莱士、西皮、德川家康、戈尔戈、伊瓦尔。我们不说这个之前从原本技能伤害变成重击伤害的托军警啦。步兵总共推出了8位重击伤害的统帅，然而骑兵的连击伤害统帅包括速不台、大卫四世、阿卡留斯、亚瑟、江汉赞，不计算贝特朗，总共有5位骑兵统帅是使用连击伤害的，而且还有1位统帅是因为年度剧本而推出的，所以严格来讲只有4位。不过我们还是计算5位，就是你在现在并不是很充足的统帅情况下，你要搭配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使用到一些技能伤害的骑兵统帅。因为像有一些连击伤害统帅在野战用它的效果并不是这么好，就比方说速不台跟大卫四世这2个统帅在野战表现其实一般而已，所以多数情况下骑兵玩家野战的时候都是用江汉赞、阿卡留斯还有亚瑟来使用而已，所以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用一些技能伤害的骑兵统帅。这里就到了比较困难去抉择的地方，因为其实亚瑟它可以当做技能伤害统帅来使用的，就是说你未必要把它当做连击伤害来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看到比较多的玩家是用贞德来搭配亚瑟的，而不是亚瑟自己做主将使用连击伤害。这里我会帮大家做一个分析，你们是不是真的应该要花你们的转换时在骑兵统帅上面。那假设说你现在只有2个队伍的骑兵统帅，一个是连击伤害，就比方说你用江汉赞搭配阿卡留斯，这个不需要转换嘛，依旧还是用这3线阵。那如果你第2个队伍比方说是亚瑟搭配贞德，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把它转换成楔形阵 2.0 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原本的楔形阵就好。之后推出的新统帅就是工兵统帅，工兵之后到领袖统帅，再接着就轮到骑兵统帅，之后就会推出另外一个新的连击伤害统帅来搭配目前我们拥
拥有的连击伤害统帅一起使用。而且下一次推出的骑兵统帅就是有包括集结的骑兵统帅，有很大可能野战也是能够使用搭配。所以如果你现在投资的话，很大可能你在半年之后又需要再转换的一次，等于说你是花了2次钱去转换你自己的军器。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大不必去换。但假设说你另外一个队伍可能不是使用亚瑟搭配贞德，而是霍去病搭配贞德，或者是霍去病搭配亚瑟之类的话，严格来说你是可以把原本的邪行阵 1.0 换去 2.0 啊。但是还是那个问题，现在比较多玩家问我的问题就是邪行阵 2.0 出来之后能不能够救霍去病。严格来讲是可以拯救一点点，但是还是那个问题，霍去病在目前的战场并不吃香单体伤害，而且骑兵的技能伤害体系正在逐渐衰弱，并且我不认为说如果真的出现了新的技能伤害的骑兵统帅，还会有玩家想要拿来搭配霍去病。多数情况下应该是选择贞德了。在多数玩家的看法中，霍去病是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只有使用2队骑兵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换。毕竟如果你使用到2队骑兵呢，就表示说你肯定会有工兵的搭配，工兵的搭配肯定一定会有1队到2队，那你那边都需要花到转换石了。除非你是真的有很多转换石可以无限的让你去不断的转换其他的统帅的军器的话，否则我是觉得说骑兵没有什么必要去把他的阵型从原本的 1.0 换成 2.0， 除非你遇到的情况跟我差不多，就是我拥有5队骑兵的搭配，其中技能伤害的骑兵搭配呢就已经有包含3个队伍了，像是秦始皇搭配司机、霍去病贞德、项羽贝利，这种情况下你们才需要去转换成邪行阵 2.0 的军器。因为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就算之后他们推出了新的连击伤害的骑兵统帅，那你会淘汰哪个队伍？有很大可能会淘汰掉项羽贝利的搭配，但是你一定依旧还会保留着霍去病或者是司机的搭配，就是说不管怎样你还是会用到技能伤害的骑兵统帅，所以你转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的玩家，只有1队骑兵或者是2队骑兵的情况下，你的转换时不够，可以不用去换。像是如果使用3个兵种的玩家，因为我看到我投票有 10% 的嘛，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如果你使用3个兵种，那工兵大概率还是刚刚我讲的那几队，步兵的话应该转换成孙武了吧。孙武、刘彻、白起这么多的统帅选择，你还要去转换成邪行阵 2.0， 这个是我有一点不太能够理解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你们可以看到工兵加步兵选项的玩家是非常少，只有 5% 而已，因为他们也是清楚的意识到步兵已经完全转换成重击伤害体系了，没有必要再换成邪行阵 2.0 的军器。而且我这边说实在，那假设说你很像你的亚瑟不知道要搭配哪个统帅使用，或者是你的步兵啊，可能像我刚刚讲的，你只有白起、孙武、刘彻这3个选项，你又不想去培养华莱士的话，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你在练的一个领袖统帅赫克托尔去拿来搭配这2种统帅。因为不管骑兵、步兵、工兵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而且也是会变成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就算你工兵要使用的话也可以变成技能伤害。我知道大家担心的就是它可以使用多久的问题，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如果你现在是使用赫克托尔搭配工兵的话，那你之后工兵推出了新的统帅，你就可以把赫克托尔给步兵或者是给骑兵用嘛。那如果骑兵在之后推出了新的统帅，你就把赫克托尔给步兵用，反正你步兵的话肯定是用什么刘彻搭配亚历山大、刘彻搭配腓力之类的吧，你就把这2个统帅给换掉，就变成刘彻搭配赫克托尔，或者是白起赫克托尔用孙武搭配刘彻也可以，怎样都是会用到的。所以如果我们等到新的步兵统帅再推出新的统帅的那个时期呢，至少都是要等到明年大概3月左右，如果没有推测错误的话。所以赫克托尔其实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再加上今年的年度统帅很大概率就是工兵统帅，所以你步兵跟骑兵统帅可能还是会需要依赖赫克托尔来搭配。所以总的来说，以我个人的看法，只要你是混兵的玩家，你所需要转换的兵种其实就只有工兵而已，因为其他的队伍其实用到的时间并不会很长。工兵是你不管怎样转换都好，都是不会吃亏的，它之后还是会出现一些技能伤害体系的工兵统帅，就算之后真的推出真实伤害的工兵统帅也好，你的诸葛亮、秦始皇、李成桂依旧还是可以使用的，至少你在下一个工兵统帅出现之前还是可以用到，等于说你至少可以用到明年5月。但是我不觉得工兵会这么快抛弃掉技能伤害体系。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呢？也是希望大家不要浪费你们的转换石啊，因为我知道转换石是真的很贵，也很难拿。大家最好是想清楚到底要不要去转换，免得浪费你们的宝石，浪费你们的钱，更加浪费你们的转换石。而且官方他们推出一个新的阵型呢，是有一个周期的。现在推出了新的邪行阵 2.0， 那什么时候会推出新的阵型呢？那假设说你现在转换成邪行了，尤其是你的骑兵统帅，那之后推出三线阵 2.0 的时候，你又如何应对呢？而且之后他推出三线阵 2.0 的话，那个数值肯定会比起现在的数值还要更高一点了，就讲可能会比起技能伤害 2.0 还要稍微高一点点，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吃亏了，为什么当初你要转换成邪行阵 2.0？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